很多人在美国租房子踩雷，不是因为衰，是因为不懂规则。今天我用最简单的2个重点，教你避开地雷。欢迎来到 Embark Channel， 我是移民与留学顾问 Lisa。今天要帮大家避雷美国的租房大坑，因为很多人踩雷不是因为运气不好，是因为不熟规则。放心，今天我只讲2件事，但这2件事如果你记住，可以让你避开 80% 的租房灾难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我们先来个背景小教室，不像跟个人房东租房子的模式，美国有个叫做 apartment complex 的社区类型，就是整个社区都是租出去的公寓，社区小的几十户，大的几百户都有。这种社区几乎都是专业公司经营管理的。当你无法亲自到现场，而需要从远距找房子的时候，找这种比找个人房东效率高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有网站，你可以直接看房型、价格、空房，不像私人房东，有时候连照片都拍不好。而且因为户数多，你想入住时有空房的几率更高。例如 apartments.com， 很多人用这个网站，只要输入你的地点就一堆选择，任君挑选。好，进入今天第一个重点，找房时间，你的 timeline， 该几时开始找房子？请记住一个黄金区间，你入住前30到60天就得开始。为什么？太早找的话，早于60天，房东还不晓得谁要搬走，会不会有空房？很多是要在搬走前30到60天必须要通知房东的，所以在入住前的30到60天是一个黄金区间，因为房东会知道有哪些公寓会需要新房客。太晚找的话，好的房子都被抢光了，你的选择会有限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，像大学城的话，暑假空房一堆，开学直接被扫光。一般的城市通常是搬离前30到60天必须要通知房东，因为不知道你新城市的节奏是30天还是60天，宁可早点开始，才不会错过房源最多的黄金区间。所以你提早开始找，其实是在观察市场，开始比较评估，不是叫你马上签约。从远距找房的时候， Google Map 的 Street View 跟 Satellite View 非常好用，可以让你看到社区与邻近道路的情景，但最好还是要实际观看现场。无法自己到场的话，最好找一个你信任的人去帮你看，像会不会常有救护车或飞机的噪音啊？你在看的 unit 是不是闻得到垃圾收集处的味道呢？照片真的不会告诉你这些。没到现场，不知道房东会不会把社区内最不受欢迎的公寓推销给你。看房子时，问清楚批准条件才申请。很多房东现在都收申请费了，因为他们申请你的 credit history 要付费，所以就把这个费用转嫁给你。审查不通过的话，申请费是不会退给你的哦。所以问是否有 minimum criteria， 也就是没达到的话不可能批准。例如很多管理公司都要求要有房租3倍以上的收入证明，再来就是可能还有 credit score 的底线。如果你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话，问他会如何处理，因为你会没有 credit history 可查。如果你是学生没有收入的话，他会怎么审？不可能审核过的房子就不要浪费钱申请。好，第2个重点，这个很多人中招，一定要读合约。不是划过，不是我相信房东或这是制式合约的心态，是真的要读。合约里面要特别注意以下的项目：维修谁负责？房子本身的问题通常是房东要负责处理修复的。如果是你弄坏的，像马桶堵塞了，挖出了不该在管内的异物，通常修复费会转嫁给你。你千万别好心，没经过房东同意就出手帮他修他应该负责的东西哦。你如果没修好，人家会误会是你弄坏的，会要你出钱。访客，
你如果有室友的话，室友的名字应该要在合约上，因为很多合约都会注明你可以有多少访客，访客可以住多久。如果室友名字不在合约上的话，它会被认为是访客。宠物，有宠物的话，有没有额外的租金或是押金呢？宠物有哪些限制？再来，这个很重要，提前解约。如果你合约到前就会买房，或有可能会换工作地点的话，你需要提前多久通知房东你要搬走？要赔几个月的房租？能不能转租给其他人？也就是 sublease 你的 unit， 直到你的合约到期为止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住那里。你要搬走的时候，如果不能是刚好合约结束时，你会不会有解约的赔偿？会是多少？这带到下一个续约方式。合约到期后，你需要续约的时候，是一年一年的续约，还是你可以 go month by month， 也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租，并不需要签一整年或固定期间的约。针对打算买房子的朋友，最理想是 month to month 的续约，毕竟买房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交屋，所以这个 apartment 会需要住到什么时候。好，另外需要知道的，停车需不需要另外付费？尤其如果你住大城市的话，像 Chicago 或 San Francisco， 很多房子是不付停车位的。如果有停车场的话，你有没有固定的车位？还有你要知道 deposit， 也就是你的押金，不是房租哦，不能拿它来抵最后一个月的房租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以为最后一个月不用付房租，因为有 deposit， 结果跟房东闹得相当不愉快。再来提醒大家，这一个一定要做。搬入房子时，如果房东有给 checklist 的话，一定要完成，就是查房子的状况，记录已经老旧或是已经有损坏的地方。如果没有给 checklist 的话，你更要拍照留证。墙壁有刮痕，地板有损伤的话，全部记录下来，不然你搬走的时候，房东说这是你弄的，你说不是啊，没留证的话，你就得跟押金说拜拜了。好，帮大家总结一下，其实在美国租房踩雷，很多都不是因为衰，而是没抓好时间，没仔细看合约。只要你做到2件事，提早30到60天前就开始规划，签约前把合约读懂，你就已经为搬家做好最佳的租房子准备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儿。如果你有惊奇或夸张的租房子故事，欢迎你留言分享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给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